沙利文还称赞了韩国在俄乌冲突上的立场，并表扬尹锡悦在改善韩日关系方面表现出决心和勇气。President Yoon has also shown determination and courage in his moves to improve ties between the ROK and Japan, an issue that has long been of deep interest to President Biden. 关于美国致力于撮合的韩日关系，尹锡悦政府近期一系列对日本示好举措，在韩国国内北皮对日屈辱外交。而就在尹锡悦启程前往华盛顿当天，美国《华盛顿邮报》公布了对尹锡悦的专访内容。报道称，尹锡悦详细谈到了他在有关韩日关系上做出的决定。我不能接受这样一种观念，即因为100年前发生的事情，某些事情就绝对不可能去做，或者说就让他们为我们100年前的历史下跪。韩媒标注称，尹锡悦采访中说的某些事情，指的是与日本合作。相关言论一出，迅速引发大量韩国网友不满。有网友在韩媒报道下留言，让尹锡悦别回韩国，规划去日本吧。还有网友痛斥尹锡悦怎么选出个这样的卖国贼。韩国总统室当天紧急救火，另行发布说明资料，就尹锡悦提及100年前的事情一事解释称，尹锡悦此番话一直以这种态度行事，不利于发展韩日关系。韩日关系正常化刻不容缓，就像欧洲的战争当事国战后仍能为未来发展而合作一样，改善韩日关系是两国关系面向未来发展的必经之路。韩国在野党一致批评尹锡悦此番发言。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表示，作为数十年来遭受日本侵略、饱受痛苦的韩国总统，绝对不能说这样的话。这番发言会让人好奇，韩国总统的历史意识究竟如何？民主党议员朴用镇表示，这种发言即使说成是日本首相的妄言，也不为过。韩媒则报道称，尹锡悦再次显现出对日本的低姿态单边主义，对过去历史视而不见，提出改善韩日关系，只强调未来。这种惊人的言论，实际上呢，突出的反映出呢，尹锡悦政府正在越来越顺应美国的战略要求，就是扫清日韩之间的政治和历史的障碍，来更顺畅地加强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这个是美国的既定方针。第二个重要的改变呢，就是尹锡悦政府实际上正在改变这个以前的这个韩国政府在中美矛盾、中美对立当中呢，不选边或者努力的避免选边这样的一个策略。那么现在开始呢，越来越明确的这个选边，要明确的把韩国更紧密的绑在这个美国的战车上。我们说呢，目前韩国政府的这一系列的改变和调整呢，实际上带有着相当程度的这种国内政治风险以及韩国对外关系的这种恶化的风险。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冰。陈先生您好。韩国总统尹锡悦已抵达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那您怎么评估他的美国之行呢？主持人好，别看韩国和美国打得火热，实际上呢，韩美之间的信任是很脆弱的。尹锡悦的访美之行就是借庆祝韩美联盟70周年来加强两国的信任关系。他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主要有4个议题，每个议题韩国都是忐忑不安，都生怕呢被美国给卖了。第一个议题呢是面对朝鲜核威慑，美国允许韩国自己发展核武器吗？1970年代韩国呢曾经秘密的发展过核武器，被美国发现以后立即加以制止。美国呢答应给韩国核保护伞，但是呢，自从朝鲜宣称拥有可打击美国本土的核武器以后，韩国对美国的核保护伞呢不再信任，认为韩国如果受到了核打击，美国总统的电话可能都打不通。美国是不会以牺牲旧金山来保护首尔的，但是美国会同意韩国发展核武器吗？答案是不会，否则美国的核保护伞不就没用了吗？那么韩国呢，不就可以摆脱美国的魔掌了吗？第二个议题呢，是面对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和芯片法案，韩国企业将怎样减少损失？按照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韩国电动车只有在北美建厂组装购买者呢，才能得到这个$7500的减税。那么从韩国整车进口美国就得不到减税优惠，那么韩国的车企呢，是不是呢就得被迫前往这个美国呢？美国对华芯片禁令也要求韩国企业参与进来，那么韩国半导体企业是不是呢得被迫放弃中国市场呢？
这对韩国和韩国企业来说都是割肉放血。但是呢，美国会对韩国网开一面吗？答案呢，几乎是不可能。第三个议题呢，是面对美国的施压，韩国会不会对乌克兰提供武器？韩国政府呢是不愿意的，不仅违反国内法律，而且呢会损害与俄罗斯的关系。韩国呀65%的人反对给乌克兰提供武器，况且美国呢对韩国政要进行监听活动。在队伍军援问题上呢，美韩是互不信任的，关系呢挺紧张。那么韩国可以不从美国吗？看起来呢也比较难。美国呢用租借的方式来队伍军援可能是选择。第四个议题呢是台海问题。如果韩国与美国站在一起，将台海问题推向国际化，那美国怎么补偿韩国在中国的损失呢？美国呢似乎给不出补偿的措施。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周一说到，韩国总统访美都不敢说台湾问题，因此呢，尹锡悦鼓吹台海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不仅被中国猛批，也从美国呢得不到好处。就是说尹锡悦的美国之行最多能得到美国核保护伞的延伸保护，也就是呢，美国在韩国多部署一点战略资产，其他的呢恐怕都得不到。反而呢，因为出访前大谈这个军援乌克兰，把台湾问题国际化，使得韩国的国际处境变得更差，中俄呢都予以谴责，韩美间的不信任呢，也许只能加剧。尹锡悦在访美行程中得不到他想要的，那今后怎么进行国际交往和国内执政呢？韩国在台海问题上能回到正确的立场吗？好问题。尹锡悦的访美之行呢，排场很大，收获会很小，甚至说呢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问题来了，他为什么呢还要有意的出格，努力向美国贴呢？也许呢，因为他是政治素人，还不太懂大国外交的错综复杂。但是我觉得他是用赌博的方式处理外交，所以现在呢很被动。他访美前呢有2件事做得让人大跌眼镜。一呢是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说，韩国不排除给乌克兰提供武器。二是大谈台海问题是全球性问题，甚至胡乱把台海关系比喻成朝韩关系，好像连一点这个历史常识都不懂，像特朗普一样呢是满嘴跑火车。那么受到中方批评以后还用所谓外交失礼来狡辩，让人觉得不可理喻。这呢就是尹锡悦在打赌，他呢试图通过提出军援乌克兰，把台湾问题国际化来说明韩国正在遭受朝鲜、俄罗斯、中国的核夹击，祈求美国放权，让韩国呢自己发展核武器。但殊不知要是美国允许韩国发展核武器，那就是自取灭亡，因为呢那会破坏核不扩散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允许韩国发展核武器，等于呢允许朝鲜、伊朗发展核武器。那么但是呢，尹锡悦好像不管这样的逻辑，愣头青一样的呢直接往前冲。那么国际社会呢会怎么看他呢？觉得他不懂外交，没有原则，不靠谱，今后交往呢得非常的小心，伙伴价值因此呢大大贬值。而在国内呢，几次最新的民调都显示，尹锡悦他的支持度只有30%左右。他呢不仅没有给韩国带来安全，而且呢扩大了风险，这会限制他今后在外交内政上的灵活性。他呢被自己的鲁莽绑住了自己的手脚，很难解套。好的，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